中国好声音停播了，原因大家都知道，李玟的去世加上9分钟的深情录音，几乎所有人都在骂节目的黑暗与龌龊。但默默在舆论排山倒海时，并没有出节目，因为我在寻找另一个问题的答案。从过去全民热捧，到今天人人恨不得吐上2口唾沫，10年时间，中国好声音到底经历了什么？和大多数国内综艺一样，中国好声音并非本土音乐节目，而是舶来品。2010年，荷兰推出了一档名为 The Voice 的跨国综艺，一经播出就在欧洲大火，巅峰收视率高达11%。美国人率先买了版权，改编成美国之声。2年之后，一家国内公司也嗅到了商机，有样学样，也从荷兰人手中买下了版权。没错，它就成了国内的中国好声音。2012年，中国好声音第1季上映，本以为是开始，没想到是巅峰。默默至今都记得那一届的4位导师：刘欢、那英、庾澄庆，还有杨坤，个个都是中国乐坛绝对的大咖，学员同样质量极佳。金志文翻唱的《为爱疯狂》，至今仍是默默一个人开车时必听的音乐之一。在刚开播的那几年，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好声音是内陆最具影响力的音乐选秀，没有之一。而转折发生在2016年，中国好声音背后的灿星做了2件事情。第一件是收购了一家名为星空传媒的公司，用来借壳上市，说白了就是想搞资本运作，获得更多融资。第二件是他们收购了一家名为梦想强音的经纪公司，用来扩大业务。具体来讲，是眼看着中国好声音越做越大，灿星已经不满足于做节目制作方，打算涉足艺人经纪经理，自己签约艺人，自己包装艺人，自己通过艺人的演出获利。所以从2016年开始，灿星会一边制作中国好声音，一边在其中物色种子选手进行签约，把他们招入自己经纪公司的门下。比如去年那一届24强学员中有10人都在后来签约了梦想强音，包括冠军梁玉莹。而在李玟生前与王泽鹏的微信对话里也提到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也了解你其中的合约也是跟灿星合作，所以他们要说什么你必须要听啊。既然中国好声音的制作方又是梦想强音的经纪公司的实控者，灿星必然会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好声音比赛本身的价值观与灿星公司的商业利益存在冲突。前者至少在宣传上是一个面向大众、以公平公正为看点的民间选秀节目，而后者为了捧与自己签约的艺人，一定做不到公平公正。那些无法与灿星签约的歌手，大概率无法晋级甚至夺冠。这时可能有朋友会说，国内其他的选秀节目也都是一丘之貉，大家都用自己搭建的平台捧与自己签约的选手，为什么单单是中国好声音出问题了呢？答案在一个度上。2017年，陈奕迅作为导师参加中国好声音第6季，结束后向媒体爆料，盲选阶段导师并不完全根据个人喜好转椅或拍灯，很多时候是听耳麦里导演組的指揮。請問這是在比賽呢，還是在表演呢？喂，呢把聲有啲熟喎，再嚟聽到都會懷疑究竟佢點解會又出現。咁後尾劉歡撳咗落去喎，但係佢咧個導演係有叫我同那英話按一下按一下。還有今年，潘瑋柏做導師，上一秒還在猶豫，下一秒椅子直接轉了過去。別人是2手插褲兜，不知道什麼是對手；潘導是雙手放腿上，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作為一家文化娛樂公司，經營着中國曾首屈一指的綜藝節目，追求利潤無可厚非。但是當他決定以犧牲公平性為前提，選擇不計代價追求利益的那一刻起，中國好聲音就已經失去了靈魂，失敗甚至被唾棄也就成了時間問題。這也給國內所有的文娛從業者敲上了警鐘。從來沒有任何一款成功的文娛產品可以建立在黑幕與謊言之上。中國的觀眾是善良的，中國的觀眾也從來嫉惡如仇。